欢迎来到 Anime Source， 一个关于影视与游戏动画的频道。Devil May Cry 是一个动作冒险砍赛游戏，游戏系列由 Capcom 开发和出版，由 Hideki Kamiya 神谷英树创作。这款游戏可以说是在动作冒险游戏里最出色的游戏之一了，有多种招式可以及时切换，但除了招式之外，还有吸引玩家的美术风格以及人物设定。主角丹特简直就是游戏灵魂的重要设计，非常自大却有实力的迎接每场战斗。在2000年代几乎没有这类型主角的人物设定，但是在前2集的人物设定是比较沉稳跟冷静的。到了第3集，开发人员才对人物性格做了修改，而这修改也为丹特的性格奠下了后续的基础。相信玩家还是比较喜欢玩世不恭的丹特。到了第4集，又多了另一个角色 Nero。人物设定跟丹特有着非常明显的对比，第4集的丹特年龄比较大了，言行举止相对的比较成熟，相反 Nero 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，两个性格在游戏有着鲜明的对比。游戏系列从2001年到2019年一共开发了5部作品，每部内容大致上都一样，剧情方面也没有太错综复杂的情节，都是比较直接描述魔王出现，然后主角一行人去消灭魔王。游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二线剧情，时常都可以在20个小时内通关。但为什么那么简单直接的游戏还会有那么高的人气，销量也那么高？是的，剧情固然重要，但最大的卖点还是在于游戏的战斗系统，这也是让玩家可以一直重复游玩的原因。而游戏的战斗系统需要有非常设计感的动作来呈现，游戏首2部作品的招式比起后续都来得少，到了第3集 Capcom 才加了更多武器给玩家切换使用。还增加了4个 style， 而切换不同的 style 对每种武器都会有更多的招式供玩家使用，玩家也可以及时切换武器来对敌人做出连击，而延长对敌人的攻击。这些加进来的游戏机制让玩家对游戏体验有了更高的满足感，而单体的招式系统也越来越成熟。从第3集开始，游戏动画的速度都比起前2集都来得快，单体的剑连击动作动画也修改了一些，让我们先看看前2集的连击动作。看起来都比较慢，动作上也没有那么利落，而第3集的剑连击都是非常利落的。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挥砍了地之后，要是在停顿的时间范围内做出第2次攻击，单体的剑连击会切换去不同的动作。慢动作可以看到单体从左手接过右手的剑继续向前挥，而这个动作连接在现实做出来是很奇怪的。但因为整体动画速度都变快了，让这个动作连击在计时时间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动画是很细节的处理了这个动作连接，让视觉上有了360度甚至更多的弧度来做旋转动作。对比之前2集如果没有打破常规来设计这个动作，是比较难在视觉上有突破的，因为现实的人体运动是非常难做到这个连接的。对比2个连击，第3集连击明显的对游戏视觉体验来得更好。正因为这个改变，让单体的剑连击动作看起来非常有风格。也就是在第3集开始，很多攻击动作都提高了挥砍的弧度，可以看到蛮多动作都有超过180度的挥动。Nero 的攻击动作更是明显，几乎所有挥动都超过270度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像是动画师先思考刀在游戏镜头内移动的视觉之后，才把身体连接上去。因为这些动作都超过180度的挥动，让视觉上有了更不一样的感觉。但是这里是必须考虑到游戏镜头的视角，因为镜头距离角色有一些距离，所以配合动作大幅度的挥动，还有特效在整体视觉上是非常协调的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输入连击攻击的指令，为了让游戏有更多的动作攻击，所以在持续按右或者按了一下攻击之后停顿，然后在特定的时间按下会有不同的攻击动作出现，然后在按了第2下之后，如果玩家一直按下攻击按钮，又会出现下一个攻击动作，而这最后的攻击会根据玩家不停的输入指令而延长攻击时长。这一连串叠上的攻击对输入指令在画面上的反应，会让玩家有些成就感又或者是满足感的情绪出现，尤其是要在把分数打高的情况下。
在这款游戏里，武器随着不同等级或状态改变。拿冲刺的攻击来说，这个招式在普通状态下使用只会对敌人造成1下伤害，但是如果是在恶魔状态下使用，冲刺的攻击会增加到4下左右，而且在攻击到敌人的情况下会出现停顿点。这些停顿点的设计是为了有更好的打击效果而设计的，很多游戏都有类似的设计，像是战神4、街头霸王都有。冲刺的攻击只会在最后一下把敌人弹开，这样的操作在多人的情况下，使用视觉跟操作起来会非常带感。游戏的攻击按钮操作都设置在同一个按钮上，这对遥控器上的按钮选项优化了很多，因为其他按钮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，像是切换武器和锁定目标。而按这锁定按钮后，同时按下往前或往后和攻击按钮一起的时候，又会出现不同的攻击动作。这些设计都让游戏有更多的体验，操作起来又不困难。这里就说一个好的遥控输入指令设计，设置按钮不能出现其他的功能，这可能是废话，但是如果出现像是可以锁定目标，又或者是设计师想要加入更多招式的话，通常是会用第二层选项。第二层选项就是持续按下一个按钮，例如 R1， 然后那些三角形插圆，又或者其他按钮会切换去第二层的选项，提供更多选择。但如果在第一层把正方形设置成是远程攻击，那在第二层也就是按照 R1 的时候，它不能换去别的功能，像是近距离攻击。就算是要换，它也只能换去类似相同或者等级更高的功能。这是因为我们在第一层的时候已经知道或者认为正方形的用途了，如果更改了会比较难记得操作。所以有了攻击、停顿、攻击，做出不同动作的操作方法来替代让玩家使用更多的攻击，这样的设计又不会让玩家忘记应该要按什么按钮。另一个主角 Nero 的恶魔手有非常多作的攻击动画，更是针对敌人而做的。有着那么多的动画画面，让游戏不会那么的单调，也提升了游戏的娱乐性，尤其是用在各种 BOSS 身上。这样的设定也会让玩家非常期待，想要知道对下一个敌人使用会有这什么样的攻击动画出现。第5集还把手设计成不同的功能，每一个武器攻击动画的手工制作，让玩家能够体验到更多内容。最特别的一个是 Mega Man 的武器，更换了后 Nero 的跳跟回避都会切换成 Mega Man 的动作。这集就到这里，有什么想法又或者是想我做更多类似这样的视频，请在下方留言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